朋友们，今天来参加法拉利的活动了，一会儿法拉利最新的赛道版车型296的 Speciale 就会在里边正式去发布了。而除此之外呢，今天还可以去赛道上去体验296的 GTS， 以及今年我最想开的新车法拉利的12 Cilindri。那台车可是我想开很久了啊，法拉利的 V12旗舰级的大 GT 跑车。所以话不多说，去里边感受一下吧。现在在我身后就是法拉利刚刚发布的296的赛道版本，296的 Speciale。当然，它还是有着敞篷的版本的，名字叫做 Speciale A。跟296的 GTB 最明显的变化呢，就是这台车增加了动力，减轻了车重，并且呢，极大程度上的去增加了它的车身空力套件，极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下压力的表现。首先，在整个动力上呢，这一台车现在的综合马力已经来到了880马力，相比于296的 GTB 版本提高了50马力，百公里加速时间只需要2.8秒，0到200的时间只需要7秒钟。而且呢，在 Fernando 赛道上的成绩也要比296足足快了2秒钟。而除了这些数据上的表现，整台车在发动机部分呢，也采用了非常多那台勒芒赛车 499P 上面的技术，像发动机的连杆啊、螺栓都采用了钛金属材质，并且整个缸壁的涂层也是经过了升级，并且呢还采用了 F1 上同款的抗爆震的技术。可以说，虽然看起来啊，整台车的发动机跟296 GTB 上的排量是一样的，但其实它内部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升级了。然后第二点就是轻量化的部分，这台车在车身的各处位置，几乎是能用碳纤维的地方都给你使上碳纤维的材质。整体下来呢，加上发动机的减重的部分，这台车会比296的 GTB 的版本去轻了60公斤。最后一点啊，就是空气动力学套件了，这也是这台296 Speciale 在外观上啊，大家最容易去区分它的一点。首先啊，在整个的车头部分，它在前保险杠的下方去进行了一个开口，并且这个开口是可以跟机盖的后方的那个开口进行连通的，可以利用部分进入车底的这个气流去增加前轴的下压力。而在两侧你也能够看到跟296的 Challenge 上很相同的这种侧向气流疏离的设置。这样的开口呢，可以去尽可能的降低前轮轮拱内的气流的压力，从而达到一个降低阻力并且提高下压力的效果。而在前唇的底下，你也能看到有这些小的翼片啊，同样也是为了增加前轴的下压力。据法拉利官方所说啊，这些种种的设定啊，能够让这台车的前轴下压力得到提升，同时让整个前轴的动态变得更加的可以预测。然后呢，再往后看啊，在车门后边下方的位置呢，它也新增加了2个开口，可以去很好的梳理车辆侧面的气流，从而呢去帮助后轴提高稳定性。然后车尾就是最有特点了啊，两侧采用了法拉利 F-K 上非常相似的那种小尾翼、小端板的设计。这个尾翼呢有2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上方横着的一个翼片，可以去处理汽油增加下压力，然后两侧这个竖着的翼片啊，或者可以管它叫做两侧的竖着端板吧，可以去很好的处理侧向气流。而除此之外呢，中间的那个可升降的尾翼现在也从2档变成了3档可调了，也就是说除了完全升起跟完全降下这2个模式之外，还增加了一个中间的模式，并且整个尾翼的响应速度也要比法拉利296 GTB 快了50%。综上所述吧，种种增加下压力的配置让这台车下压力现在能够来到435公斤，在时速25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可以说非常恐怖的一个成绩了。而除了空气动力学套件之外呢，整台车在排气的布局上也进行了全新的优化，并且呢也采用了钛合金的材质，声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看完这台296 Speciale 之后，我觉得这台车确实是不负法拉利赛道版的名号啊！甭管是外观设计还是它的功能性，都是非常强大的。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296的 GTB 的版本呢，看起来可能有些过于圆润了，需要去兼顾一些优雅。那么在这台 Speciale 的版本上，就完全是这种激进的代表了一个非常纯粹的赛道车型。不过这台车虽然非常的强大，但是它的购买资格可是非常难得的。你可能需要买不止1台的法拉利，才能够去获得这台车的购买资格。现在就开到赛道上了，不过呢是法拉利的12 Cilindri。这台车啊，其实我想开很久了，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它是现在市面上为数不多的 V12自吸发动机的车型。哇，听听这个声音吧，哇，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拒绝 V12的这个声浪了。而且呢，这台车啊，它还采用了一个非常复古，致敬365杠4 Daytona 的那台车外观的这么一个设计。非常喜欢这台车带给我这种感觉。然后在赛道上开起来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声浪之外啊，它的换挡，它每一次降档的时候，它的这个声浪哇，绝对都会直冲你大脑，汪汪的那个声音，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虽然这台车的定位是一个大型的 GT 的跑车，但是呢，你在弯道当中，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天津唯一这种相对比较小的赛道里边啊，
你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笨重，而相反，由于它有着后轮转向的加入，这台车你开起来是非常灵活的这种感觉。哇，你把这个转速拉满，拉到9500转的时候，哇，这个声音，哇，太棒了，这种感觉。然后呢，即使像现在这种减速的小 S 弯，这台车它的这个变线也是非常灵活的。然后转向油门刹车，我觉得这些都不用说了，你可以永远相信法拉利在驾驶部分的设定。然后这台车呢，跟之前的812不一样的是这台车还配备了一个全新的全主动空气动力套件。也就是说，在你过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那台车它后边的翼片在你过弯和刹车的时候是会主动的去进行张开的，去增加整个车的稳定性。这一点其实在之前的812像 F12这些车是没有出现过的。哇，不得不说V12永远的神哇！这个声浪虽然它由于排放法规的原因，可能相比于812是会有所收敛的，但我觉得在当今这个时代里能够听到 V12的咆哮就已经非常难得了。哇，它降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哇，太棒了这台车！而且这台车在赛道当中，你真的是不像在开一个 GT 它的一切的动态都是非常可预测的，你开着它可以非常轻松去享受这台车带给你的这种快感。好 ，OK， 到大直线了咱们来踩一脚。哇！哇！然后前面那台车，它的翼片在打开的时候从后方看真的是很有那种机甲风的感觉虽然这台车有一个很复古的前脸的设计，但是它的整个车尾又是那种非常科幻、非常帅的这种造型，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的感觉。然后整个车里也是这种全数字座舱，哇，这种复古设计与未来的结合吧，哇，这台车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哇，这台车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好开然后它的后轮转向，让这台车在弯里就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得心应手。然后它的整个车辆动态真的是太棒了，这台车。然后最后咱们再来享受一下吧。不得不说没有电机，没有涡轮，纯大排量自吸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别说当今这个时代了，你再往前倒10年，你去想找到一台这样的车，也是非常少见的。哇，我真的是舍不得踩刹车如果不是前面有车踩刹车的话，我真的想让这种感觉一直去持续下去。V12带给你这种深不见底的这种动力的储备，然后外加上整台车非常灵活的这种感觉，哇，真的除了太棒了，我真的是很难去形容这台车了。这台车绝对是我的 dream car 之一。开完了12C我们现在换到了296 GTS其实之前呢，我去开过这台车，我对这台车的评价就是它是一台真正可以让你每天去开、每天驾驶的法拉利。整台车它的悬挂调教其实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呢，它的这种混动的模式也能够让你在每天进出小区的时候，去对你的邻居非常的友好。然后现在把这台车开到赛道上其实虽说它没有刚才的12C 有那么美妙的声浪，那么多的钢索，但是它整个声浪呢，去为你营造的感觉依旧还是很不错的。这个 V6的声浪呢，依旧也是能够带给你这种线速飙升的感觉的。然后这台车呢，还有着电机去为你进行辅助，在你过弯的时候，这个电机在你松油门，然后再给油门的这一下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帮助的。然后到了出弯的直线咱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动力。这台车虽然是 V6，但依旧是能够让你面带笑容的去开这台车的。然后它的发动机降档的时候呢，虽然没有12C 那么的炸裂但是呢，嗡嗡的这几下，我觉得也能够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了。更何况这台车其实现在它的价格是非常香的。哇，我觉得这台车，如果我不开12C 的话，这台车的驾驶乐趣，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但是嘛，凡事都怕比。如果这两台车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会选择 V12。
当然，296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它中置的布局带来了更轻的车头、更好的重量配比，在弯道当中也会更加灵活。如果你非常喜欢赛道感受的话，296会更加适合你。当然嘛，法拉利也不仅只有赛道全速，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两台车都开完了，其实我觉得今天看的这3台车，无论是296的 Speciale 还是296 GTS， 又或者这台12C， 它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法拉利底蕴的代表了。只有拥有悠长的底蕴，才有可能造出这么完美的速度机器。我觉得这3台车吧，无论哪一台都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我也非常庆幸啊，能够在现在时代里依旧能够看到这3台工业化的结晶。可能这些车就是大家喜欢汽车最初的原因。